张生民在中南海的眼里，他是可控的笔，一支能杀人又能写检讨的笔。它代表的是恐惧的合法化，越稳定的恐惧，越靠近崩溃的临界点。张生民的今天是习近平信任的刀，但每一把刀总有朝向主人的一天。大家好，我是洪耀南，这里是中国官场小道说。让我来说，世宗前会之后，金钟风暴未息，9名上将被查，数十名中将失踪，战区司令前线静音。在满目疮痍的军前版图上，有一个人不但没有被清算，反而官运亨通，他就是新任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张生民。张生民历经3代军委，见证2轮的清洗，从郭伯雄的阴影中全身而退，最后成为习近平最信任也最危险的执行者。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在风暴不断的幸存的人，一个靠杆子换来刀权的将军。1958年的陕西武功，张生民出身农家，笔锋极好。1978年入伍，被调入第2炮兵政治部，那是中国最神秘的部门，直属中央军委。而他的最大的保护伞，正是当时如日中天的郭伯雄。郭伯雄出身陕西眉县，与张生民同乡，都是走政工体系的路线，一个长军，一个长文。那时候军中流行一句话：会写的不如会送，会送的不如会懂郭的意思。张生民懂，他不逾矩，不结党，写稿精准。在郭伯雄称霸的10年里，他是体制里面最安全的笔。但命运的转折来到了2014年，那一年郭伯雄被查，火箭军总装备部兰州军区一连串的倒下，整个陕西系统被清空，只有一个人还在岗上写报告，他就是张生民。2014年7月，郭伯雄被立案调查，军中人心惶惶，有人逃亡，有人销账，有人烧文件，而张生民选择主动交代旧事。据内部传出的消息，他率先上交郭时代留下来的人事名单、审查报告，甚至于连总装备部的纪律案件记录也一并上交。他用的一句话：清查问题，维护军中的纯洁。这一举动救了他自己。在那一场的权力风暴里，张生民成为了合作的见证者。郭伯雄被判无期，徐才厚病死狱中，而张生民不但没事，还升了官。有人说他是投名状，有人说他是军中新面孔，但在中南海的眼里，他是可控的笔。习近平看到了这支笔，一支能杀人又能写检讨的笔。2017年19大后，张生民被破格晋升上将，出任经济委书记。这是习近平第一次让文职型将领进入了核心军委。他的任务只有一个，让整个军队再清一次。从那一年开始，经纪委的权力正式独立于政治工作部，直接对军委主席负责。这意味着张生民可以调查任何一位上将。火箭军、装备部、后勤系统、政工系统，
每一条被郭伯雄、徐才厚留下来的利益链，都在张生民手中被剪断。他不是战士，他是执行者，不是改革派，而是制度化恐惧的化身。郭伯雄倒下后，陕西系看到前面，但真正的陕西复辟是从张幼霞与张生民开始。两人同乡、同体系、同信号，背后的政治靠山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同样来自陕西，他们组成了北京政坛最隐秘的陕西铁三角。张幼霞管金钱，张生民管纪律，赵乐际管党纪，这三条线构成习近平时代最稳固的权力堡垒。于是，在苗华、何卫东被拔除的同时，张生民却步步高升。有人戏称郭伯雄死在陕西帮的手里，但新的陕西帮又活在习近平的怀里。四中全会后的数字很残酷，军方代表应到42人，10到15人，上将出席率仅30%，全军进入信任真空，没有人知道下一个会是谁。在这环境里，张生民的权力反而更稳，它代表的是恐惧的合法化，它让清洗有了章程，它让恐惧有了制度。但在这样的稳定只是暂时的，因为越稳定的恐惧越靠近崩溃的临界点。张生民的今天是习近平信任的刀，但每一把刀总有朝向主人的一天。他太清楚整个体系的秘密，他知道谁忠诚，谁动摇，谁腐败，谁恐惧。他手里不只是纪律资料，还有整个军队的政治命脉。郭伯雄死于贪，徐才厚死于病，但他们的命运都在提醒，在这个体制里，没有人能永远幸存。今天的张生民就站在那一条红线的边缘，只有张生民从旧的体制中走出来，又成为新体制的看守人。他是清洗的执行者，也是下一轮清算的种子。当忠诚被制度化，恐惧被常态化，这一支军队已经不再为国家而战，而是为权力而活。我是洪耀南，这里是中国官场小道说，让我来说，我们下一集见。